娃娃鱼每个人都爱吃，但你们了解娃娃鱼吗？对于这个古老而神秘的生物都有哪些特别之处？究竟是什么味道？本期视频大解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郭。新的一年正式启程了，咱们的视频素材在新的一年也要有所改变。今年更多的是以一些大型生物为主，过去的视频一直没飞起来。今年的视频以及大家的事业学业，在开年之际，希望能够一飞冲天。我这期准备了一对娃娃鱼，也就是大尼，是世界上最大的两栖动物，也是水生向陆生过渡的典型生物，非常的古老，距今已经有3亿多年了，真正的活化石。虽然娃娃鱼是保护动物，但养殖的是可以吃的。现在的养殖技术已经很成熟了，价格比过去便宜多了。像这一条5斤多的娃娃鱼，也就200多块钱。可能很多人对娃娃鱼还不太了解。本期的抛吃一题，咱们详细的介绍一下。娃娃鱼通体以棕褐色为主，伴有一些黑色的斑纹，体色也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。有一些呈金色的娃娃鱼，那是基因突变导致的白化变异。它的皮肤有很多的粘液，共有2种粘液组成，一种是皮下粘液腺分泌的透明滑溜的粘液，另一种是颗粒腺分泌的白色胶性粘液。颗粒腺放大看就像一个个刚要出头的闷头。当娃娃鱼受到刺激时，腺体里的胶性粘液就会被释放出来，主要起到一个防御保护的作用。这种粘液有一种特殊的异味，吃肯定不好吃，但在医学上可是个好东西。其成分含有抗菌肽、糖蛋白等药理活性物质。娃娃鱼的身体分为头部、躯干部和尾部，整体看上去就像一只大壁虎，头部扁平，两侧长有一对非常小的眼睛。没有眼睑，眨不了眼睛，但眼球可以里外收缩，视力非常差。为了弥补视力上的缺陷，在它的身体两侧分别长有成排的这些小游粒，脑瓜门子上更多。这些小游粒就像雷达一样，可以探测周围环境以及定位猎物。它的鼻子位于头部的最前端，这对小孔就是外鼻孔，看见没？很小。别看娃娃鱼小鼻子小眼儿，却长了一张血盆大口。大家不要认为它很可爱，其实是一种非常凶猛的掠食性动物，咬合力相当了得。虽然很少咬人，但点背被它咬一下也是够受的。我们在抓鱼的时候，如果是小鱼，薅住脖子就行了。像这种大一点的鱼，薅是薅不动的。好的方法是用一只手托住胸部，另一只手托住尾巴根儿，这样抱起来它就不会乱动。它长有非常细密锋利的牙齿，上颌长有2排，下颌长有1排。在上颚两侧有2个开孔，是鼻子的内鼻孔。来，注意看，在舌根的隆起处有一个小裂缝，这个裂缝就是喉门，直通气管。很多人认为娃娃鱼会叫酷似婴儿的叫声，这只是个传说而已。娃娃鱼既没有声带，也没有声囊，是不会叫的。但娃娃鱼属实能发出来声音，我特意录了一下，仔细听，有点像打呼的声音。这个声音是因为它在浮出水面换气的时候，有一些水会被吸入到口腔中，与呼吸时所产生的气流相互摩擦所形成的声音，与小孩的叫声1毛钱关系没有。它长有前肢后肢各一对，前肢短小共有4肢，后肢略为粗大共有5肢。由于它不善于游泳，所以肢间的脚蹼不是很发达，但尾巴非常发达，尾巴里沉积有大量的脂肪。这些脂肪可以在娃娃鱼2-3年不进食的情况下提供足够的能量，娃娃鱼也不会饿死，所以抗击能力是很强的。这些脂肪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，对人体非常的好。重点来了，如何区分娃娃鱼的公母？太小的鱼是分不出来的，至少也得4-5斤以上。有些人会看头部的这2个大包，包小的为母，包大的为公，这个方法还是比较难区分的。准确的方法还得看泄殖口。来，注意看，如果泄殖口周围有一圈小白点，这个就是公娃；如果没有小白点的，就是母娃。娃娃鱼没有加油枪啊！繁殖期间，双方会各自排出精子和卵子，在水中受精。娃娃鱼有护卵的行为，但护卵并不是由母鱼来完成的，而是公鱼。母鱼排完卵以后直接离开，公鱼则不进食，会一直守护在卵的旁边。娃娃鱼的卵像一串珍珠项链，经过1个多月的孵化，小尼诞生了。好了，我们再看一下娃娃鱼的内部结构。为了让大家有个更好的观感，我把消化系统单独摘出来了。咱们先看消化系统，这个棕色的部位是肝脏，肝脏里有个球形的胆囊，这个长筒形的部位是它的胃，胃旁边的红色部位是脾脏，胃下方的肠道依次是12指肠，
盘曲状的小肠和比较粗的直肠，在12指肠的肠系膜处做成一个条形的黄色部位是胰腺。它的心脏很高级，有单独的微心腔，微心腔还有软骨作为保护。这对粉色的条形部位是肺，它的肺不是很发达，所以需要皮肤来进行辅助呼吸。它身体两侧的皮肤具有褶皱，可以增加更多的面积，吸收更多的氧气。娃娃鱼在长达半年的冬眠时间，呼吸靠的就是皮肤。在腹部下方有一对黄色的带状物，这是母鱼的卵巢，里面有很多未发育好的卵胚细胞。如果是公鱼的话，就是一对呈纺锤形的黄色精巢。重点来了，很多人把这对像方便面一样的部位当成了输精管，这个可不是输精管啊，这是苗勒氏管，是输卵管的前身。公鱼为什么会保留这个遗迹？可能是一种发育 bug 吧。这两条红色的条形部位是肾脏，在腹壁处还有一个囊状的器官，这是它的膀胱，光壁很薄很脆弱。整个内脏有食用价值的，也就是肝脏、鱼肚和精巢。好了，那么娃娃鱼应该如何处理呢？首先得用刀背把它干迷糊，咽后放血，从脖子这儿来一刀。下一步去粘液，先把水烧开。家里的锅如果太小，鱼太大放不下的话，可以把尾巴干断。经过炒烫，皮肤全变白了的时候捞出来，这些白色物质就是被烫熟的颗粒粘液腺。然后用钢丝球刷干净，最后再把内脏抠出来，这就 OK 了。娃娃鱼的经典做法就是红烧，改个刀啊，都改成这么大的块就可以了。起锅烧二合油，葱姜蒜粒爆锅，活娃娃鱼不用焯水，直接先干煸一会儿，加1品鲜酱油、蚝油0.8+1，老抽调色，调味加入盐、味、糖、胡椒粉，加水，把处理好的鱼杂放里头，中火焖煮20分钟，这就 OK 了。来吧，开始码味。吃这个玩意儿比吃甲鱼可划算多了。一条鱼，你看满满一大盘子啊！来，咱们先尝一个鱼身的部位。先整一口皮啊！吃。皮啊，非常的 Q 弹啊，胶质很多啊，满满的胶原，处理好了，一点异味都没有。这个皮非常的好啊，尝一口肉，肉质非常紧实，很有嚼劲儿啊。口感呢跟那个鳄鱼的肉很像，完了我吃这个味道呢，感觉还有点像那个鲶鱼的味道，不错啊。娃娃鱼的肉含有17种氨基酸啊，对人体非常好。来，咱们尝一个鱼尾，哎呀，这个鱼尾啊，还是肥肉太多了，吃起来有点小油腻啊，比较难人。但是没有关系啊，对于一个真正的食蛙者而言，这点小油腻那必是灵魂之所在。来，咱们再尝一个鱼肝，感觉还行哈，很滑溜啊，非常的细腻，好吃啊。它这个肝气味不是特别重，更像是一个就海洋那个鱼里面的那个鱼肝，好吃啊！我建议你们尝一尝这个，你要是扔了可多可惜呀！留着。重点来了，我要找一个最主要的部位，鱼肚啊，尝一下。哇，非常的哏溜啊，脆，特别弹牙啊，越嚼越香，
一共有2个鱼肚，好像是。别看它只是个配角，小配角啊，但是我觉得在娃娃鱼里面，鱼肚是最好吃的一个部位啊。有了，我记得还有俩那个蛋蛋，那个蛋蛋呢，可能是给炖飞了，找不着了。做总结啊，娃娃鱼几乎没有什么可冷的啊。我觉得目前这个价格性价比极强啊，没吃过的建议小伙伴尽量的去尝一尝啊，非常不错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，下期见，拜拜。